男人从棺材拿出一块千年僵尸肉，然后当着女人的面捏碎，只是眨眼间，尸毒就侵蚀了他的身体。这种夫人吸附的病毒，就是你们追求的不老不死的真正秘密。一旦接触，就会让你们变成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怪物，最终死去。起先，吴邪在一座千年古墓发现了一口精美的棺材，打开却发现张起灵躺在里面。好在张起灵是吴邪的挚爱，他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。这不是小哥，小哥是不会出事的。而且就算他出事，他也不可能穿着民国时期的军服躺在这里。吴邪赶忙掏出先前捡到的笔记本，想从里面找到关键的信息。原来棺材里的人名为张不逊，他是民国时期的一位师长，写笔记的人正是他的副官窦成。原来在民国时期，这一带战乱四起，土匪横行。张高原心系家国，立志要改变局面，恰好酷似小哥的张不逊投笔从戎，两人惺惺相惜，一拍即合，靠着征剿土匪慢慢做大，很快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军阀，并且还将自己的妹妹许配了他。可随着军队的扩张，军费开支却成了问题，于是张高原准备效仿曹操挖坟凑军费。虽然张不逊非常不愿意，不过为了给手下发饷，也为了报恩，他只能听命前去。可在回来时却遭遇了刺杀，而刺杀他的正是汪家人。好在有张不逊的保护，大帅这才随后从被抓的汪家人口中得知，迷雾村的古墓里藏着长生的秘密。为了一探究竟，大帅亲自率队来到了迷雾村。听说你们村里的人挖出了一座古墓？没有，王爷，这都是谣传的。随后，清兵在村民的屋子里发现了大量古董，村民见状只能说出了古墓的位置。为了不让秘密暴露，大帅竟然杀光了所有的村民。等张不逊赶到，已经为时已晚。看着满地的尸体，他不明白那个心怀天下的大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可是已至此，张不逊也只能听从命令挖掘古墓。他们挖了5天5夜后，竟真的挖到了东西。张不逊来到墓室后，发现了2具石棺，可张不逊却感觉到了不对劲，尤其是眼前的神树石雕，仅仅只是看了一眼，就差点陷入幻觉。都别动！随着机关的启动，石棺里冒出了大量白烟，只是眨眼功夫，士兵们都出现了幻觉，全部挤到了神树跟前乱抓，仿佛树上长满了果子一样，结果却歪打正着的触发了机关。随着石门的缓慢升起，一道诡异的红光映入眼帘，众人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。原来里面有一棵散发红光的果树，士兵们疯狂地在树上摘果子吃。一名清兵还不忘给张不逊送来一颗，他死死盯着手中的果实，可伴随着一阵颤抖，张不逊瞬间清醒过来。等他再次看向手中时，哪里还有诱人的果实，只有一块腐肉出现在手中。而清兵们争先恐后抢夺的正是千年僵尸肉，看着他们现在的样子，明显已经被尸毒所控制。一名清兵甚至直接冲了过来，想要咬他。好在副官及时赶到，这才消灭了尸变的士兵。当张不逊把情况告知大帅后，魔怔的大帅根本不相信，他认定张不逊想要独吞长生树，甚至认为是张不逊背叛了他。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信，你就当是我背叛了你吧。为了不让大帅以身尝肉，便带着妻子住进了古墓。殊不知，这正是大帅和妹妹的计划。果然，当张不逊睡着之后，夫人便开始到处寻找关于长生的线索。可张不逊早就看穿了妻子的演技，却没想妻子竟是个伏地魔。他竟以性命威胁张不逊交出长生树。我不要让你毁掉我大哥，你就忍心看着我去死吗？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重要吗？把东西给我。好，清兵，我给你。面对心爱之人的性命威胁，张不逊痛心疾首，无奈之下只能打开墓室。本以为他会拿出长生不老药，却没想他从棺材拿出一块千年僵尸肉。这就是你和大哥一直在找的长生不老之术。为了让妻子和大哥死心，张不逊径直捏碎了含有尸毒的腐肉。只是眨眼功夫，帅气逼人的张师长就变得恐怖无比。伏地魔当即想去找哥哥拯救丈夫，可张不逊却交代忠心的副官，一定不能让大帅碰到他的身体。他想用自己的死唤醒曾经的大哥和那个心系天下的大帅。直到石门落下时，大帅才幡然醒悟，正是自己的执念害死了最好的兄弟。这是他最后的心愿，师座以杀生成人，换你们一世清醒，你就了却他这桩心愿吧。我求求你成全他吧。而忠心的副官也失去了心中的信念，他将师长葬入棺椁后，留下了这本笔记，接着永远留在